大须祖训：天黑别出门。黑暗里怎么会有活人？他能活下来，不会是个魔怪吧？这玉佩和村里的石像一样，能抵挡黑暗，可能是玉佩帮他活下来的。闭嘴！再闹就把你扔出去！我们这些废人被逼到大墟里，连自己都很难养活，怎么养孩子？送人得了。不如毒哑他，等不哭了再给他解毒。老娘捡到的小孩，谁敢动？老娘有牛，能用牛奶喂的，用不着你们养活。村长，您怎么看？咱们残老村终于有个健全的人了。既然村长也同意养他，就给他取个名字吧。就让他姓秦吧，名字就叫做木，秦木。长大了便叫他去放牧。
让你去采药，居然在外面睡到将近天黑，再有下次，连婆婆也救不了你。村长爷爷，你们总说天黑以后有可怕的东西在黑暗里活动，会吃人。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呀？是什么不重要，只要有石像在，那些东西就不敢闯进村子。村里的石像又是什么？为什么能抵挡黑暗呢？木儿，大虚的秘密太多了，少点好奇心，才能活得长久。哦，知道了。村长爷爷，那我去放牛了。木儿，记得在天黑前回来啊！知道了。这些年，木儿完全没有觉醒的迹象。要是万一木儿是无法修炼的普通人怎么办？普通人只有短短几十年寿命，大虚又这么危险，他要如何活下去？若能觅得4灵之血，或可助木儿觉醒。黑暗里到底有什么呢？牛，你要去哪儿？牛，快回村！天要黑了！请救我！请救我！是你在说话，木儿，你是用牛奶喂养大的，我算你半个娘，你要救我出来。救你？怎么救？取出我颅顶的银针，我花了整整11年，才从体内逼出这一根银针。好像是婆婆的绣花针。木儿，你不打算报答我这些年的不育之恩吗？怎么回事？牛，你怎么了？牛，你起来啊！整11年，我终于从该死的皮囊里出来了！这次就先杀了你，再血洗残老村的恶人！
你谁？为什么要变成牛？我乃堂堂香龙城城主的夫人。要不是那妖妇作恶，趁我产子之际暗算，将我变成一头牛，我怎会沦落至此？此仇此恨，我定会奉还！婆婆救命啊！臭小子，耍我！瘸爷爷，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？瘸爷爷居然这么厉害啊！城主夫人，11年前你就该死了。如果不是木耳，你以为还能活到现在？妖妇！你的手段用错了地方。当年不去惩戒你好色的丈夫，反倒嫉恨那些无辜女子，将她们活活打死。如今又对小儿痛下杀手，真是不知悔改。他死了？你小子，江湖经验还是不够啊！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这就是大虚。走，回去。今天可是木儿觉醒的大日子。我觉醒？嗯。魔怪遍野，白骨满道，神奇之地大虚，实在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这具尸骨衣着华贵，似乎是来自大虚最富庶的香龙城，想必还是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尸骨上的针孔是天魔教的法术所致。魔教余孽在延康国销声匿迹，原来是躲进了大虚里。诸位，随我去大虚，除魔卫道。药师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灵的血脉找齐了吗？4灵血虽然无法弄到，不过用他们的后裔青蛟蛇、铁骨虎、雷鸟和金龟代替，也可以练出一点灵血来。墨儿，没事吧？墨儿，别怕。爷爷们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们在帮你觉醒。
听好了，接下来是你觉醒的第一课。人体内有7大神藏：灵胎、五曜、六合、七星、天人、生死、神桥。他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，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，就像藏起来的宝藏。药师爷爷炼灵血是想帮我觉醒，打开神藏吗？不错，壁破不开，便觉醒不了灵胎，无法打开神藏修炼。有的人受上天眷顾，一出生便破了灵胎壁，觉醒灵胎。就像我们9个，天分比普通人高出不知凡几，生来是修炼的苗子。这种体质就是灵体。那我呢？要助木儿的灵胎觉醒，还需要服下4灵血。这就是青龙灵体，主掌青龙元气。看老子的朱雀灵体，玄武灵体。这就是灵胎的元气属性。死老太婆是白虎灵体，白虎元气。别再叫我死老太婆。灵胎对应着4灵，有4种元气属性，因此灵体也有4种。毕竟不是正统的4灵血脉，只能练出这点灵血。喝下灵血，便会激发元气的属性，让灵胎觉醒。是不是青龙灵体？说不定是白虎灵体。一定是朱雀灵体。是朱雀灵体吗？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！不是，玄武灵体，一定是玄武灵体。疼，好疼！都不是。这么说来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凡体。我们都老了，如果死了，他在大虚1天都活不下去。或许应该把木儿送出大虚。送他出去，我们会被仇家发现，都会死。他被我们连累，也会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婆婆和爷爷都是好人，我不会让你们死。别打了，放开我！我要和他单挑。好，好什么？我说，木儿是个好苗子，他是结合4灵体之长，万古无一的霸体。霸体，我也没听说过，但村长见多识广。普通灵血很难激发霸体的灵胎，必须集齐真正的4灵血。你们继续捕捉4灵的血脉后裔，练出灵血，喝得多了，自然能让霸体觉醒。好，明早咱们就去打猎。好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对了，还得盯着木儿训练，消化吸收灵血，别让他喝成个大胖娃娃。从来没有过霸体，我们都会老死，只剩下木儿。你瞒不了一辈子。所以我们要木儿相信，他就是独一无二的霸体。你会害死他的。他只是个普通人。我想看看，一个普通人在无以伦比的信念下，会不会超凡脱俗，做出我们这些灵体也做不出的事情。或许将来他真的能够走出一条凡体及霸体的道路。凡体会成霸体？只要有信念，凡体即霸体。那天起，所有人都亢奋起来，就连最冷静的药师爷爷也变成狂热的炼药怪人，整天在我这个大活人身上试药。一定要喝这么多4灵血吗？
霸体就需要这么多。一次灌太多灵血，会把木耳撑死的。跟老子练刀去，少还讲话！另一个狂热分子就是他，最张扬的刀客屠夫爷爷。别看他喊打喊杀的，下手却很小心，从不会伤到我。当然，这得是他还没发疯的时候。木耳，来！太慢了，你是霸体，你的杀猪刀还可以更快。夜战连城风雨就是要快。快的像是黑夜中的风雨一样，洒遍全城。刀越快，注入刀内的元气就会越强，刀气就会燃烧。给我再快，让你的刀燃烧，让你的气燃烧，让你的精神燃烧。燃烧之后就是武道的极致，就是神通。老子早晚要劈开这天，杀回去！老子被斩断的是腰，丢掉的是双腿，但不是脑袋。老子要杀！这就是刀法的极致，神通。屠夫又懵了。走，练拳。看上去马爷爷是古板阴森的棺材匠，但我知道，其实他是最热心的老好人。只是训练时，老好人也会毫不留情，重拳出击。屠夫的刀法，切出火焰才是神通，而我的拳法，打出雷音才是神通。从前爷爷们教的是基础的刀法和拳法。现在都提到了用元气属性将刀法拳法推到极致的神通，这才是霸体的修炼。一只手也可以练拳，一只手也是1000只手，这就是雷音8式中的第8式——千手禅尊。来，攻击我！用拳突破声音的局限，突破空气的束缚，便可以掌控雷霆。一拳一掌都可以摧毁对方的魂魄和身躯，让他万劫不复。傻木耳，打不过怎么办？跑啊！嘿，生活不只有远方，还有苟且。这个每天笑嘻嘻的，是我最好的朋友瘸子爷爷。以前我以为他笑是因为开心，可见过他笑着杀人后，我也分不清他的笑是真还是假了。瘸爷爷，啊，你有神通吗？当然，我的神通就是腿。腿是风，是大地，是力量之根。你试试，只要跑得够快啊，一切都是平地。
你可以在墙上飞奔，水上飞奔，甚至在天空飞奔。声音追不上你的耳朵，就算初步修成偷天神腿的神童啦！瘸爷爷的腿这么快，是谁砍断了他的腿？马爷爷的拳这么厉害，又是谁砍断了他的右臂？还有童爷爷的刀，谁能将他拦腰砍断？他们的仇家吗？我是霸体，我得变强。虽然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强大，但必须付出100倍的努力去保护他们。木儿，别逞强。你的元气快耗尽了，先来调息一下。这是我们残老村的老大，最博学的村长爷爷，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你从小练的这门导引功，就是专门训练霸体运转元气的功法，叫做霸体三丹功。霸体三丹功听起来好厉害。只要觉醒灵胎，凭借霸体和霸体三丹功，你定会成为万古无一的强者。教我修炼的还有最爱折腾人的铁匠哑巴爷爷，最骄傲的画师聋子爷爷，最喜欢耍帅的相术师瞎子爷爷。爷爷们都这么拼了，作为霸体，我也不能落下。霸体三丹功，村长，你教他的好像是旧时代最普通的导引功吧？木儿的元气没有属性，只能修炼最简单、最初级的功法。这种小孩子打根基的低级功法，很难有什么成就。我原本也这么想，但木儿自幼练导引功，再加上每日服用四灵血，现在他的元气已经强得吓人，只是没有属性，发挥不出威力。有多强？几乎有你灵胎神藏的5成功力。什么？5成？等他觉醒灵胎，元气岂不超过我数倍？这还是导引功吗？你觉得他往后能修炼到什么程度？我也不知道，说不定木儿可以成为第一个将导引功推到极致的人。经过爷爷们的疯狂训练，我能明显感到身体比以往更强，元气也更充足。只是究竟要修炼到什么程度，我的霸体才会觉醒呢？木儿，木儿，这位就是最疼我的司婆婆了，也是村里最多变的人。她有时是裁缝，有时是接生婆，有时又变成了商贩。这可是上等的。我总觉得婆婆还藏着更神秘的一面。木儿，和婆婆去村外，我教你一个裁缝真正拿手的东西。裁缝拿手的不就是做衣裳吗？今天做的
是一件很特别的衣裳。每个生灵都有2件衣裳，一件是靠魂魄气血维持的躯体外形，另一件则是依附躯体而生的影子。外形，影子。婆婆这就做件衣裳给你瞧瞧。嘘。第1步，定魂魄。不动了。我刚才弹出的元气，就是定住了他的天魂。婆婆，为什么你只定住了小鹿的倒影，小鹿就不动了呢？真正厉害的法术，能通过影子影响本体。这2道元气定住的是地魂和生魂，3魂主掌精气神，而7魄主掌体内气血运转。定住3魂7魄，就能锁住这个生灵。木儿，记住了吗？记下了，记下了。接下来就是做衣裳的关键，我们要将躯体的形与影分离。用它的影子做衣裳，需要用到一些针法。太神奇了！这就是婆婆的神通吗？这才是我们裁缝应该做的衣裳。那小鹿怎么办？它没有影子，会不会有事啊？我们只是借用一下影子，等婆婆拔出针，影子就会自己去找主人。锁魂定身，造化天魔功，影法自在，魔影幻魔功。果然是魔道法术。那些人是谁？隔这么远，怎么把声音传过来的？大虚蛮荒诡异，天魔教余孽在外面活不下去，竟然堵进了这里。什么天魔教？这些人说话真奇怪，穿的也奇怪。老身不过是江边的普通人，普通人可没有定魂魄的本事。这次你还只是剥离鹿影之一，下次你是不是就要剥人皮？剥人皮？造化天魔功就是锁魂剥皮的邪术。我派许多前辈被你们这些魔头变成牛羊，一辈子耕地吃草，甚至拉到集市上宰杀贩卖。你的手法，我漓江五老断不会认错。木儿，别怕，这世上披着人皮的禽兽太多，我们学着法术，就是将他们打回畜生样貌，让他们不能再骗人害人。原来是漓江派的5个老鬼。自从漓江派做了延康国的走狗，真是越发狗仗人势了。如今还敢跑到大虚来乱吠。延康国是奉神谕建立的国家，我们漓江派身为南疆第1剑派，辅佐延康乃是顺应神意的正道。神谕早已言明，大虚是神器之地，凡
敢于大虚中的神之器皿，格杀勿论。你这魔头，不仅违背神谕，还将邪术传授器皿，简直罪孽深重。不诛杀你，不知道还有多少生命葬送你手。他们要杀婆婆。木儿，这几个老杂毛奈何不得婆婆，但你在身边，婆婆便会分心。快跑！漓江无子，不得叫那魔崽子为祸苍生，将他斩了，提头来见。儿遵命。他们都是灵体，灵胎神藏的造诣不弱，木儿肯定会被追上。魔头，在我们面前你也敢嚣张？老身好久不曾活动筋骨了，你们5个老鬼，莫非也想被我做成衣裳？好快！他们居然能像瘸爷爷一样在水上飞奔，沿着江边跑，一定会被堵住。这魔头果然有些本事，居然那么久都拿不下他。魔头，受死！婆婆会不会有事啊？不行，我得让爷爷们来帮婆婆。桃林这2个速度稍慢，只能从他们这边突围。别想逃！那魔崽子混入了鹿群，把这些鹿，通通杀了。鹿也是一条生命，你们这样滥杀生灵，到底谁才是魔？在那里，藏不住了。他居然用凭空操断剑！难道他是用这道细丝操控剑的？
碎块，毕竟不如自己的身体灵活。我要逃出去，只有……什么？我空剑的元气还不够强。那丝线竟是元气，元气化丝。弓箭术异常高深，今天师弟师妹不妨就拿这魔崽子练手，怎么样？正合我意。他竟能同时操控那么多把剑，好厉害！不能让他们跟去伤害村里人，我要带他们去那个可怕的地方。你身上藏着铁锭。瘸爷爷教我腿功，必须穿铁鞋绑铁锭，负重了50斤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亚爷爷的锻造手艺。什么铁器如此坚固？身体突然轻了好多。你，不好！不要去想你踩的地方是否能承载你的重量，只要你跑得够快，水就是平地，草就是平地，空气就是平地，到处都是一片坦途。偷天神腿，踏过须弥山。这家伙跑得好快！这小子元气虽然深厚，却毫无属性威力，可见他没有觉醒灵胎。曲师兄已是灵胎境巅峰，他死定了！小魔崽子，哪里逃？这里甚是诡异，定有强大魔物。
此地的主人。受不了！狂死！口吐人言，说明已开灵智，元气浑厚，强劲远胜于我，至少堪比武庙境界。我们不是对手，难道就这么放过小魔崽子？连屈师兄都被魔元重伤，小魔崽子肯定死了。受不了！死！他分明是在装死。陆血，该死！快走！怎么偏偏杀了这山谷里的鹿？小魔崽子一定是故意的。他对小鹿们的感情，就像爷爷和婆婆他们对我一样。不知道婆婆怎么样了。不知道木儿怎么样了。是。师弟们，随我借五行炼魔阵，肃清魔头，守卫正道。是。许久未出大虚，外界的剑术真是进步神速。老身好久不曾用人炼衣裳了，不知道手艺有没有生疏。漓江派的精妙剑术，我们漓江父老已继承大半，又岂是你能轻易破解的？你就等着和那小魔崽子下去团聚吧！总算逃出来了，幸好这魔猿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。追究了小魔崽子，怎么向师傅们交代？放心，他跑不掉。只要敛去元气司的攻击系，他根本察觉不了。
都能甩开这些外面来的人，婆婆应该也不会有事的。他们可真讨厌，张口闭口魔头，一点礼貌都不懂，还杀了那么多小鹿。魔渊看着凶恶，却从不杀生，正好给他们一点教训，看他们还敢不敢随便欺负人。糟糕，和他们纠缠太久，恐怕来不及在天黑之前回村了。木耳，如果无法在天黑前返回村子，往大虚的遗迹里躲，说不定还能活命。那要怎么找到合适的遗迹啊？要看2点：一，是否有与村子里的石像类似的石像；二，是否有大量的异兽。异兽通灵，知道哪里可以躲避黑暗。都记住了吗？婆婆放心，我记住了。跟着这些异兽跑，就能找到合适的遗迹。不仅可以增进元气，还能以元气来滋润身体，应该能缓解伤势。原先都是静坐调息，想不到在急速奔跑时，八体三丹功运气速度更快，滋润身体的速度也大幅提升。这是我的元气。我的元气每次运行到眉心处都会被挡下，难道这就是灵胎壁？人体内有7大神藏，它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，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，就像藏起来的宝藏。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破壁成功，给爷爷和婆婆他们一个惊喜。哪里来的声音？他在说什么？怎么他一出现，我体内的元气就消失了？剑腕中藏有6842口剑，距离如此近，还是被你躲过去了。你一定不是籍籍无名之辈，天魔教中没有你这副模样的老太婆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不是你真正的样子。披着别人的皮，你伤到了我的皮呢，漏气了。我听过你的嗓音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天魔教的教主夫。出来吧。
死瘸子，你看了多久？刚来，我啥都没看见。看到无所谓，只要没有听到就好。我确实听过一个故事，天魔教主厉天行一辈子英明神武，晚年时却做了一件蠢事。他看上了当时最美丽的魔教圣女，于是废妻再娶，魔教华人。就在成亲那天夜里，那位新教主夫人暗害厉天行，坏了他几百年的道行，夺走了魔教的镇教魔典。魔教长老祖师纷纷出关追杀，还是被他逃了，至今不知所踪。我早年也听过一桩趣事：天下第一神偷，速度举世无双，一双腿已经修炼到了神的境界，从未失手，却在盗取延康国地碟时被延康国师发现，斩掉了他一条神腿。他逃出国师追杀，带着地碟消失无踪。延康国师被誉为神下第一人，却没能留下神头。他应该还留着神偷那条神腿，等待着物归原主吧。司老太婆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废人，曾经说过各自保有秘密，不问彼此来历。从现在起啊，我就是哑巴，聋子守口如瓶。你那些花花肠子，别让木耳学了去就好。是木耳通知你来接应我的。你和这5个老头打斗的动静太大，我们在村里都感应到了。村长让我出来瞧瞧。木儿呢？木儿他有没有回村？我出来时还没看到他回去啊。怎么办？天快黑了。总算追上他了。大雪飞燕危险异常，眼下我们只有静静跟着小魔崽子，看他去哪里躲。再往黑暗来的方向跑。峡谷里竟然有一座宫殿，比我们村子大好多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这就是婆婆说的遗迹吗？村里的石像一样，那里一定可以躲避黑暗。跟紧魔崽子，我们被他甩开。不好，黑暗来势好快，得赶紧躲进宫殿里。救我！七师兄，
秦师妹莫怕，两位师弟因除魔未到而死，死得壮烈。魔崽子实在歹毒，故意在黑暗来临前一刻才来到这里，就是想借黑暗来害死我们。明明是你们平白无故追杀我，结果追到天黑，自己把自己害死，与我何干？屈师兄，杀了他为师兄们报仇！别动！这些异兽很多都是不死不休的天敌，而现在却相安无事，很是古怪。他们似乎定下了规矩，不得在此处厮杀。今晚不要动手，等到天亮。大虚祖训第2条，在躲避黑暗的地方，所有生灵都必须和平相处。爷爷和婆婆说的没错，异兽真的有灵，他们也会遵照大虚的规矩行事，甚至比人更安全。木儿！糟了，木儿不在村子里，他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我背着石像去找。你们不知道他的去向，现在再出去找也没有用，天已经黑了。可是，该教他的我们都已经教给他，他只要学会，就能够在大虚活下来。木儿，你一定要聪明啊！条件太简陋了，只能做个简单的武器防身。这3个家伙又想做什么？屈师兄，你看。的确是旧时代神国的文字，神、女、官。看来此处就是神国的遗迹。神国是黑暗来临之前那些神建立的国家吗？他们消失后，从前住的地方就成了遗迹。难怪遗迹能抵挡黑暗。师傅们四处探寻的神机秘宝，说不定就藏在这里。仔细搜。不行，万一他们得到厉害宝物，我就麻烦了。怎么有这么多尸骨？奇怪，还都是一样的姿势，就好像所有人都在打坐的一瞬间同时死去。谁杀了他们？屈师兄，你看，他们手里都是了不得的异宝。尤其是这枚神珠，
全离间派的宝物加起来也不及他的1/1000。要是得到这些宝贝，我们甚至可以自立门户，自成一派，随便拿出一点献给延康朝廷，皇帝和国师定会给我们封个大官。上天待我们不薄。五师弟，你去将神珠取来。是。什么正道？表面上敬神畏神，打劫取宝物倒是毫不手软，比魔道更像魔道。不过，连异兽也不敢取走的宝物，能被他们得手吗？他刚才动了一下。这些异宝都是死物，你放心。救命！救我！不好，异宝已经通灵，不是他们的主人，便会反遭其害。薛师兄，如今离江五子只剩你我2人了，这要如何向师父交代？秦师妹切记，3位师弟是为除魔而死，都是被那魔崽子害死的。明明是你们贪图宝物，还想陷害我，这2个人绝对不会让我活着离开。可恨性驱得太强，我打不过。要是能破壁觉醒就好了，我的元气有了属性攻击力，肯定会实力大增。快跑！我是来惩罚大虚了，这是真正从异域来的魔族神奇。我崽子受死！糟糕，好恐怖的魔音，我快要被撕裂了。归来机，弯故听。归来机，应安经书。尸骨活过来了，他们是神女。
弃了大虚吗？为什么神女还能在遗迹县里帮器明抵挡魔族？别胡思乱想，神国早在旧时代就已经覆灭，显灵的不过是神骨上的残魂。恐怕这遗迹里发生过极惨烈的战争，才会让残魂的战意保留至今，与我厮杀。神女在用生命交战。冬兵断续，无需刚预。这声音和阻挡我破壁的声音好像，难道我的灵胎壁是被神印封印的？刚刚似乎也是因为魔音，才让灵胎壁破出裂纹。要是学会魔音，我就能破壁觉醒了。天快亮了，姓屈的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我必须在天亮前觉醒霸体。等等，最让我的是神的声音，这岂不是说我是被神封印的魔了？难不成我还真是魔崽子？不，村长爷爷都说了，我是霸体，才不会是魔。再来！魔崽子经受神音和魔音的双重冲击，这下定要魂飞魄散。不对劲，他的元气波动很剧烈，还在不断增强。他在利用神魔之音修炼，可他连灵胎都觉醒不了，只是个普通人，这种低等体质怎能承受神音魔音？此子实在古怪，不除掉他，往后必成大祸。灵胎壁裂了，好精纯的元气，这就是灵胎神藏的力量吗？天虽赐给为人呐，天虽赐给为人呐。什么？竟然还能愈合？我还是不够强，不能一鼓作气完全破除灵胎壁。不过，吸收灵胎神藏的元气之后，我的力量又提升了不少。要不了多久，我一定可以彻底破壁。神女姐姐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何而死，为何复生又消失，但是谢谢你们，在夜晚守护着大虚。小魔崽子，你这副有情有义的模样，装给谁看？天亮了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听说，很久很久以前的大虚，晚上能看见许多亮晶晶的，叫做星星的东西。
那时，天上住着4个古老的神灵：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玄武背着天河前行，形成璀璨星河。后来，黑暗降临，神灵和星星就消失了，只留下刻着神灵模样的石像。人们都说，神灵抛弃了大墟这块土地。我们是被神灵忘记的一群人。我不明白，既然神灵抛弃了大墟，又为什么留下石像，帮我们躲避黑暗呢？大墟的秘密好像越来越多了。天亮，你的死期到。遗迹里不能动武，你们想和所有异兽为敌吗？异兽天亮就会离开遗迹，他们保护不了你。我没觉醒霸体，很难同时对付他们2人。没了异兽保护，他们会立刻杀了我。我得在异兽离开峡谷前，借他们掩护逃离追杀。那魔崽子呢？他混在了兽群中。秦师妹，不要空见，我们只能小心靠近为他搏杀，切勿惊扰了兽群。他们追来了！如果我们这次再失败，没有将这魔崽子的人头带回去复命，师傅们一定会对我们失望。你先近身攻击缠住他，我把剑发拦截，将他打出兽群。巨师兄，你放心，这次我拼命也会将他给宰了。这就是灵胎境的实力吗？爷爷说过，他的后天神腿从不惧任何推法。我的腿被他踢中，立刻就被泄了热气。自己学艺不精，这魔崽子推法了得，绝不能让他从我手里溜走。小魔崽子，受死！这个小区的空间，宝剑离自己远近不过30，我武器抵挡太凶险了。我是霸体，如果我像他那样把元气注入兵器，是不是也能控我？只能灌入1尺3寸，根本无法让树枝离开双手攻击。结束了。什么？一夜之间，这魔崽子的元气居然增长那么快！我的元气增强了小木棒的坚韧度。这个长度刚好能施展杀猪刀法第一式。
夜战连城风雨。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根本看不清。破着！他打算用这根小木棒，我会敲死我！我快坚持不下去了，这小子没力气了。这是我最后的一击。木耳，不能给你的敌人留下任何机会，否则死的就是你。我只要停下来，他还有一丝元气，他会拼死杀掉我。不应该会这样。损伤太重，好痛！完了，完全没有力气了。好可爱的小姑娘，婆婆见了真是喜欢的紧。婆婆、爷爷，你们都来了。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第一次离家和陌生人在外过夜，我们当然不放心。师父。哦，你问那5个老鬼呀？我把他们5个一起变成衣裳。聒噪！直接杀了！胡爷爷，你们来多久了？
你们在兽背上大打出手时，我们便到了。看来你的训练还是少了，用了5476刀才将人砍倒。哼！你们早到了，却还让我自己打生打死，险些丢了性命。你可是超越灵体的霸体，居然被打成这副惨状。鸭爷爷，我在这里。莫尔，杀猪刀法属于战技流派，与那少年的控剑流派还有些渊源。战技需要双手掌控兵器，让元气最大程度涌入兵器，增强攻击威力，但招式单一。控剑术也曾是战技的一种，后来自成流派。它的特点是用元气丝隔空控剑，双手可同时攻击，招式灵活多变，但缺少力度。这两个流派都需要利用元气的属性力量。我发挥不出杀猪刀法的威力，也是因为没有觉醒霸体，元气没有属性吗？木耳，不要气馁，你还未觉醒，就能打死灵胎境巅峰的修炼者。等到觉醒霸体，就算是号称神下第一人的延康国师，恐怕也没你厉害。那我要早点觉醒霸体。药师爷爷，昨日的灵血我还没有喝，给你备着呢。霸体三单弓。木耳，你……村长爷爷，我发现了一个用霸体三单弓的好办法，那就是跑着修炼。跑得越快，元气恢复的也就越快。村长爷爷，看到了吗？木耳刚刚才耗尽了元气，几杯灵血喝下去，就元气大涨，并且已经渗入四肢百骸，开始元气淬体了。我是灵胎境巅峰时打出第一道掌心雷，才做到全数淬体。我也是，那天我在风中奔跑，追上了狂风，踩在风尖上行走，元气如风吹百窍，欣喜之下，我从风尖上摔下来，差点摔死。而木耳现在还未觉醒灵胎，便开始淬体了。难道霸体果然强横，是我们这些灵体羡慕不来的。好臭好臭！等等我！我体内的元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，凭我现在的力量，再利用魔音，是不是就能彻底破壁？我觉醒霸体，伯伯和爷爷们一定会非常开心。Preta Mahagraha Preta Mahapashupati Preta Mahagraha Preta Mahapashupati。上次我是借神女关的神魔之音，加强了我本身魔语的力量，才能把灵胎壁破出一丝缝隙。好强的阻力！现在光凭我自己的魔音还不够，我的元气比原来更强。要是能让元气不被冲散，一鼓作气冲击灵胎壁就好了。对了，运转霸体三单弓能聚集元气，那我就用它将散开的元气重新凝聚起来。神魔共鸣。
木儿笑声中，那激烈交战的神音魔音是哪里来的？恐怕和神女关遗迹有关。神谷铮铮夜中起舞，当年昌盛一时的神国，而今灰飞烟灭，止于残阴。为何偏偏被木儿遇上？木儿长大了，可别老操心。我陪他去江里洗洗身上的脏污，免得又来些什么怪物想抓你。等木儿洗完就训练，等我修炼好了，管他什么共鸣都不怕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风萧萧兮不当寒。木儿，你洗快点，爷爷们还要训练你。神魔共鸣，即便是灵胎境巅峰也难以承受，同人更是随时可能魂飞魄散。眼下木儿还能承受，但长此以往，神魔共鸣对木儿来说到底是好是坏？神魔之音在木儿体内互相杀伐，铸成噩梦，一直在耗损他的星魂。这也是锻炼木儿心境的机会。神音魔音来自大虚，或许我们应该让他接触更多大虚异象。不行，大虚潜藏了太多危险。木儿已经证明了他有实力应对。我们是时候逐步放手了。被我捡回来的小婴儿，现在真的长大了。他只是残老村养大的孩子，总有一天要离开的。外面比大虚还要危险得多。至少，在他离开前，我们要教给他足够活下去的本事。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出门历练了，太好了！不知道大虚的遗迹里还有什么秘密？会不会对我冲击灵胎壁有帮助呢？
雷音八世第一世，只身东海，挟春雷。还是没能做到掌心雷。那爷爷说一拳一掌，迸发雷霆爆音，雷音要威力惊人，摄人心魂，才算达到了雷音八世的最低层次。遗迹，这里是永江下游，我不知不觉竟然跑了这么远。不是遗迹，是座庙宇。这些链条锁住了一个铜像。奇怪，大墟里多是龙王庙，这座庙里的铜像却不像龙，也不像神，反而有点像传说中普度众生的禅尊。瞎爷爷说，进庙烧香拜禅尊是规矩。我没有带香，只能在庙前歇脚。小生残老村人，家住在永江边，借宝地歇脚，惊扰了此地主人，心中不安。还有，木儿，你要是在荒郊野外落了单，千万记得说一句话。啊！夏爷爷是老江湖，他说的话肯定不会有错。小生自幼体弱多病，庙里若是有神女姐姐，莫要来害我。嘿，你说话真是有趣。这位是神女姐姐吗？哪有什么神女姐姐？我叫仙青儿，就住在附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秦牧，就是姓秦的放牛娃的意思。哎，你的牛呢？牛变成了女人，现在没有牛了。怎么变的？你会变吗？你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？快进来跟我说说。带香不能进去参拜。你想知道好玩的事情，出来便是。进来嘛，你不是想找个地方歇脚吗？进来休息一下嘛。进来嘛。我自幼体弱。你进来呀。不。给我进来！原来这些缠在铜匠身上的铁链，一端沉入永江，另一端就锁在这个怪物的身上。天杀的贼畜！你修成了禅尊，就忘了自己可是妖吗？老娘就想吃饱喝足，你偏不让！你死老娘不成！贼畜！
你不是想躲我吗？我饿死了，谁也记不得，谁也别纠缠，送上门的肉，送上门的肉啊！那些白骨都是人骨，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庙中？虽然不知道妖怎么收藏的禅宗，但这尊铜像可以镇压怪物，或许也可以助我破开灵胎壁。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i 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i 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i 邪魔外道，胆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！这尊铜像竟能活过来！运送魔音，无法无天。我以禅音降你。 没错，你要再见了！修禅就是要我中苦中痛的。好强的禅意！魔音有效果。 神印被禅意分散了，好机会！Preta Maha Graha成功了！元气充盈全身，成功了！我真的破壁成功了，太好了！邪魔消散，本尊又有功德一件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奇怪，听爷爷们说，应该有4灵模样的灵胎才对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？那是什么？一个小孩的石像。 难道这个石像就是灵胎？怎么越看越觉得熟悉？这不是我小时候的模样吗？谁雕了个我的像，藏在我的灵胎神藏里？好神奇啊！晶莹剔透的。 还有点柔软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发生了什么？ 我的意识进到了石像里，石像果然是灵胎。
我的霸体觉醒了！石像果然是灵胎，我的霸体觉醒了！奇怪，元气怎么还是没有属性？不会也被神封住了吧？得去问问爷爷们。刚刚铜像还活过来呢，这会儿怎么不动了？再用魔音引出他试试。正好一并治了你。孽障，还敢放肆！之前果然是你在说魔语，最多你是真相，都说了不是我。好小子，你居然敢这么对老娘！别念了，别念了，饶命，饶命！哼！魔音一停，又没动静了。说是镇压妖怪，又放任妖怪把人骗进来吃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贤青儿，你这庙里都有什么宝物？哪有宝物？宝物都被贼偷弄走了。嘿嘿，不过他倒是落下了挺多经书。经书？那小雷音宗，这名字和马爷爷的拳法雷音巴士好像。贼头想教老娘念经，哼！老娘找了个带毒。没别的了啊，没了，就这些了。Pratama。哎呀，我确实搜刮了点好东西。只有这些？你别小看了他们。喏，这柄燕翅刀就是六合神藏中才能运生的宝物，威力惊人，叫做灵冰。你这是什么刀？六合境高手用自身元气运养的灵冰，居然一碰到它就断。我们村雅爷爷练的，叫杀猪刀。这么好的炼制手法，凑把杀猪刀。真是暴殄天物啊！不许侮辱雅爷爷！那包袱里藏的什么？没什么。你都有那么好的兵器了，肯定瞧不上我这小玩意儿吧？婆婆说了，凭本事到手的东西。一定要通通带走！谁教出来的放牛娃？老娘实录还敢打劫老娘，无法无天，真是无法无天！老娘与你们不共戴天，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，誓不罢休！你有没有在听啊？你就跟那贼秃一样，臭不要脸，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你杀我也！击杀我也！这些都是你从古庙抢来的。木儿已经学会孝敬我们了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那舞女堪比7星境强者，镇压她的铜像也颇有来历。有次我见舞女吃人太多，打算杀了她，却被铜像阻拦，没能成功。马爷爷，铜像都镇住妖怪了，为什么还让他吃人呢？妖怪吃的人越多，罪孽越深，镇妖渡妖的功德越大，这就是铜像要赚的大功德。
领兵质量不好，不打紧，我带去香龙城卖掉。婆婆、爷爷，其实还有件事，我的霸体觉醒了。啊！哑巴，你新炼制的铁耳没毛病吧？我好像听到什么霸体觉醒。沫儿，快说说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村长，有事！咱们残老村万古无一的霸体终于觉醒了！木儿借神魔禅音破壁，的确觉醒了。凡人觉醒，闻所未闻。可我的元气还是没有属性，要怎么激发属性呢？这灵胎分为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类，对应4灵属性。木儿的灵胎是什么？是个人。人？从未有过人形灵胎的功法。功法是人创造的，老子谁也不服，自创杀猪刀法，激发霸体属性的功法，为何我们不能创造？就算我们不成，木儿也可以自己创造。屠爷放心，我一定行。既然霸体已经觉醒，像从前那样修炼就不够了，得找个陪练，逼出他霸体元气的威力。神魔禅3阴共灵的冲击与日俱增，即便是霸体也会损坏星魂。村长，你一定有法子，对不对？你当年乃是……我只是个老残废罢了。不过，有个人或许能帮他。从神女关回来后，你每晚都在做噩梦，梦到了什么？神和魔在打仗，到处都是死亡。我知道梦是假的，但你对神魔的畏惧却是真的，这才被压垮心境。木儿，你甘心输给自己的恐惧吗？我是霸体，我不认输。好，夏爷爷教你一门不需要元气属性的统法——直面神魔。木儿，你觉得石像为什么能抵御黑暗？因为石像会发光。石像并不都会发光，就像你跟随聋子学书画，你的画只是一张纸，但聋子的画不仅能动，甚至能脱画而出。同样是画，为何不一样？画画的人不一样。普通人的像不能发光，更无法抵御黑暗，石像也是如此。但这个是神的像，传说是神其肉身所化，背着石像，相当于背负着一尊神，负神前行，奇重无比。石像相当于神。我教你的9重天开眼法，就是要开神眼，去见石像中的神。这两个是我的眼睛吗？你头顶的天，就是9重天开眼法第1重天，神霄天。记住天上的图案，那是神霄天的36天罡阵纹。现在，你再来看看石像，是否与从前有所不同？
继续看。神的势，神的韵，神的气，神的态，神的元神。不准跪！一旦跪下，有了奴性就再难站起来。继续看。蛇和龟在动，是玄武。玄武神活过来了。不对，仔细看，这是旧时代玄武灵体修成的神奇。灵体，它是人修炼成的神，他还活着。他在旧时代就死了，如今只是个石像，一堆石头。你要跪他吗？你小时候还爬到石架上吃喝拉撒，为何长大了反而要跪？修炼之道重在修心。你的道心若是败给破石头，武力再强也干不成大事。延康国当朝国师，那位神下第一人，他曾说过一句看似大逆不道的话：破庙中神易，破心中神难。心里的神，压在你心上的都是伪神，假神必须打破。任何让你跪下做奴隶的，哪怕是真神，也绝不能跪。绝不能跪。反而要尿他。尿他？可神不是保护我们的吗？错，神的石像只是死物，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人。是从千里外把石像一个个背到村子的村长、哑巴、马爷，是他们让神为人所用。与其跪神乞怜，不如站着做自己的神。自己的神？怎么？小时候敢尿，现在不敢了？当然敢！嘿，这世上谁也不比谁高贵。去他的神！去他的神！小不掉！又是你这个大个子！死！去！雷音八式第3式，九龙御风雷。小不掉！你没有武器，那我也不用武器，咱们用拳头打。打拳！不打了，休息，休息。
迎接到。神魔禅三阴剑指，心境一变，木儿的噩梦也可以解除了。瞎子真是个骚情的怪才，居然想到尿石像，既破了木儿心中神，也破了他心中挖掉他一双神眼的伪神。那个意气风发的枪中之神回来了。枪神最强大的地方，并非是枪，而是他那双能够看穿一切招式破绽的神眼。当年的双目尽毁后，道心崩溃，多亏有了木儿，他才重新振作。这次为了传授木儿神眼，他竟以自己的心代替眼睛，开辟出了新神眼。新神眼将超过曾经的神眼，枪神也将超过从前的那个枪神。瞎子，你走出大虚时，你的敌人将会颤抖。木儿作为你的传人，必将有所成就。神霄天眼，看，这道圆环就是神霄天天罡阵纹变成的吗？我刚学到9重天开眼法的第1重，等修成9重，眼里应该会有9道环环相套的圆环了吧？像10个重叠的眼瞳一样。夏爷爷的眼法好厉害，第1重就能看到万物体内元气的走势，嘿，太好了！大个子，我学了个新招式，咱们来打架吧！消不掉！雷音8式第3式9龙御风雷，我只施展过1次，就被他学会了。神霄天眼，开！你学会了招式外在的力量，但没有学会内在元气的运转，破绽太多。雷音8式第2式，弹指惊雷琵琶手。我哥，你弟，我更壮。神霄天眼对元气的消耗太大，已经没有力气了。哎，大个子，我教你一个恢复元气的功法，叫做霸体3弹功。这么快就学会了，真是个武学天才。你把元气运转的方法运用到全法力，就能发挥出雷音8式的真正威力了。我把完整的雷音8式打给你看。
天我教你偷天神腿，咱们接着打。大个子进步惊人，很快不使出神霄天眼，我便无法占据任何上风。村长爷爷说霸体举世无双，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找不出霸体觉醒属性的方法，才会被大个子赶上。我必须加倍努力。 没想到，最终帮我觉醒属性的，竟然是雅爷爷。那天，雅爷爷正教我用神霄天眼观火观水。心神守一，用灵胎吐纳，把火属性元气收回去。木儿，你在观水，想向瞎子教你的枪法。出来！霸体第二次觉醒，还是水火双属性。哑巴，你怎么想到观火水的方法？没有人知道哑巴的来历，只知道他被人割了舌头。现在看来，平日里最不显山露水的哑巴，恐怕是村子里除我之外修为造诣最高的人。将来我们死了，木儿也能活下去了。该死的马爷，我都快被你弄哭了。可惜死老太婆去了降龙城买东西，不然哭的最狠的就是她。这是好事，我们都应该笑。木儿，现在能做到元气化丝，以气控物了吗？这么粗的元气丝，叫元气胳膊也不错，打架也很威猛。炼气长丝，以气御剑，乃是控剑术的基础。元气胳膊的韧度、强度和灵敏度都大大不如元气丝，还是得早日炼气成丝才行。村长，我不明白。论起剑法，试问天下间还有谁比你更强？我们都将各自所长传给了木儿，你为何不传？我想传，但木儿担不起。当年我手脚齐全时也没能担起。否则我也不用躲在大徐。难道你的手脚是被剑斩断的？传我的功，便要担起我的责任。我担不起，现在的木儿更担不起。我知道了，我一担忧，等有日木儿踏出大徐，我们的前尘往事会一一找上他。偷天神腿！踏破须弥山！
子，你学得真快！来，接着练霸体三单功。大个子是这个领地的统治者，也是这些族群的保护者。他对入侵者很凶，对自己人却很好。看来这里就是大个子躲避黑暗的遗迹了。好雄伟的宫殿！这也太气派了！这石像也是神的肉身所化吗？神霄天眼，看！神勇气魄非凡，这位神是什么灵体？跟爷爷们说的4大灵体都不一样。我从没见过，难道旧时代不只有4种灵体？小不点来了！小不点看啊，这是霸体三单功的导引图。大个子，你是发现了壁画上的功法跟霸体三单功相仿，才带我来看？霸体三单功难道是旧时代的功法吗？居然被刻在了墙壁上，恐怕这些壁画就是霸体的后续功法。先将它们记下，等回村后再好好研习。这座宫殿如此破败，不知道上面的壁画还能保持多久。不过没关系，哪怕壁画被完全毁掉，也会在我这里流传下去，交给下一个霸体。这是龙爷爷教过我的旧时代文字，上面写着甬江，就是我们村口的那条。难道这是大墟的地图？大个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奇怪，这里应该是残老村，地图上却没有。附近反而画了一条龙，还写着甬江龙王。这口井的旁边写着天井龙王，而这里竟然写着海眼龙王。可我分明记得，这里是婆婆和爷爷们常去赶集的奶奶庙。龙庙。这么多龙王，难怪大墟有这么多龙王庙。诶，仙妻儿被镇压的古庙，还有婆婆去卖东西的香龙城，都不在这幅地图上。太阳船，这世上还有能装下太阳的船？还有这个月亮井和月亮船，大墟分明没有月亮，难道都躲到了这里？神女关，我去过这处遗迹。当时有神女夜中起舞，抵御黑暗。婆婆曾说，在黑暗降临大墟之前，旧时代有个昌盛繁华的神国，后来灾变爆发，天塌地陷，大墟才变成现在这副荒芜模样。难道这幅地图就是灾变之前的大墟？村长，这次我去香龙城的路上，见到一些人。黎江派来寻仇了。这么快？
来人之中应有不凡之辈，若是木儿被他们缠上，倒是个麻烦。无妨，木儿同魔猿日渐亲近，他一早就出村寻魔猿对练去了。只要让那些不速之客在木儿回村前消失便是。原来你住的这片山谷叫镇妖宫。龙爷爷说过，殃是殃的谷字，由戴家的犯人象形而来，是灾祸的意思。这座宫殿到底镇压着什么灾祸？这里没人啊，怎么会有咀嚼的声音？我们的影子都好好的，哪来的第三个影子？他是谁？是魔的影子。算了，管他是什么，现在逃出去才是关键。他妈哈瓦呀哈！大个子！这具魔语竟能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，助我成功施展出掌心雷。不过，这招太过强大，让我也同时力竭了。竟然会念魔语，是我从后辈，真可笑。魔神威力印乃是我族核心法门大自在印中的第一印，蕴藏无上力量。你手中却如此虚弱无力。原来这招叫做魔神尾力印，晚辈愚钝，只学了些皮毛，没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。一知半解，当然无法发挥出法门玄妙。大自在印共有4印，你让这猴子退开，我将余下印法传授给你。是滚！这位前辈与我同族，不会害我。别担心，你先出去等我吧。小子，你靠近些看，我只教你1遍。这是第2，天魔自在。伊斯瓦赫拉，伊斯瓦赫拉，伊斯瓦赫拉。这天魔自在印竟有夺魂摄魄之效，印性很大。
令人防不胜防。小子，你看见眼中的长钉了吗？他们的力量始终压制我。时间不多了，你前来吧，我怕你看不清。前辈放心，晚辈眼力尚可。第三印，布拉雅纳，大智慧印。现在只剩下第四印，大自在天魔印。这是前三印合一的最强印法。不过这一印更加复杂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只要拔下这些长钉，才能让我喘一口气。你先来帮我，我便可以将完整的印法传授给你。前辈，我还是不学了，我笨得很，连第三印都没学会。只要你拔下钉子，我便有力气教你第二遍。前辈刚才说过只教一遍，我怎能让前辈食言？我这么笨，有负前辈的期待，心中愧疚不已。不，你很聪明，你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魔神伟力印和天魔自在印，连大智慧印也记得7、8成。我欣赏你的资质，可以破例多教你一遍。还是说，你在骗我功法？我好心好意教你，你却骗我！前辈何出此言？分明是你想骗我进去为你解封。那些长钉就像是婆婆的针线。把你的影子连同3魂7魄都封印在这个遗迹里了。你早就知道。前辈怎会不知你我并非同族？不过是想引诱我进殿为你拔去长钉，恐怕前辈一脱困便会将我也吃掉。我只是将计就计，骗了你2招半的印法。小骗子，我要弄死你！还想骗我？我可是被瘸爷爷从小骗到大的，连婆婆给我买的糖葫芦都被骗去了无数次。你以为我们不是同族？想得太简单了，年轻的小魔头，你与我是一样的。对我们这种忠厚老实的人而言，大虚实在太危险了。是鬼，大鬼，小鬼。里面那个确实是大骗子，我可不是什么小骗子，不过是从小吃亏才勉强学得机灵一些。大个子，这个地方你怕是不能再住了。好吧，这么多残老村确实住不下。你记得勤加修炼，
那偏殿也千万不要再进去。走。这是你留下的掌印，也是你作为领主的标志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大个子，你。我的，你的。空中有人，他们为什么撒那么多纸花？怎么往残老村去了？听闻残老村的司婆婆手艺了得，我等想请婆婆裁几件衣裳。敢问要什么衣裳？尺寸如何？要做寿衣，一共9件，就按照你们村里人的尺寸剪裁吧。听说马爷的棺材很不错，还要劳烦再做9口棺材。乐意效劳。婆婆，村长爷爷，不是去修炼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看这帮陌生人来势汹汹，担心是来找麻烦的。看来应当是10件寿衣，10口棺材。千秋在，付定金。是。死人的钱。村长，寿衣和棺材今天能做好吗？你若是急着用，现在便可以做出来。请。多送你们2口，一共12口棺材。老先生还满意吗？老身也多做了2件寿衣，保管合身。1、2、3、11、12。哎，他们有12个人。马爷爷和婆婆真体贴。听老先生口音，像是南疆人。据说神下第一人严康国师一统南疆时，召安了一个大派，叫做漓江派。漓江派掌教墓碑峰，神通出神入化，伸手可断江流。不敢当，老朽正是墓碑峰。老朽有5个师弟，承蒙各路道友看得起，称作漓江5老。他们的弟子人称漓江5子。前阵子，他们师徒还来了大徐历练。5老5子，不就是想杀我和婆婆的那些坏蛋？大徐很险恶，我可真为你的师弟师侄们担心。是啊，大徐到处是凶神恶煞之辈。我见他们数月未归，就一路搜寻过门，幸而找到了他们送命的地方，也锁定了杀害他们的凶手。其中一位是天魔教高手，凶器和司婆婆的针线差不多；另一位用木棒施展刀法，应该是个刚修炼不久的年轻人，倒像是小兄弟你。这个墓碑峰是来给他们报仇的。他们10件寿衣10口棺材，原来是想把我们村的人杀光了装进去。
爸爸别骂了，他听不懂。穆兄既已归顺延康国，想必也是朝廷命官吧？老朽现任南疆武苗府的府牧，官从2品；宜江五老则是苗疆副都护，官从3品。不知穆兄前来寻仇，是要讲朝廷规矩，还是江湖规矩？老朽做惯了山野村夫，还是按江湖规矩来。老朽的徒儿千秋也是灵胎境，小兄弟，你可否施展刀法？他过招，有本事来跟老子打！住手！穆兄没有借延康国师和朝廷的力量压我们也不能坏了规矩。谁都不许帮忙，也不许开口指点。哼！木儿，去，棺材和寿衣就在那里，要么他死，要么你死。